高大特区那边代售户数1633，平均成交37.2。高大特区我知道，高大特区啊，为什么会夯成这样？台积电，他们就要吃台积电外溢，那边就要有新房子怎样安诺都安诺也可以，但我就认为高大特区那边它没有不好我相信台积电完全体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因为它是新房子然后有新的国小也很不错。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说，就是要等啊，真的要等啊。这一等可能跟淡海新市镇一样，可能跟美术馆特区一样，你要等到这么成熟，那就是怎样？那就是你要一边抵抗少子化，然后一边发展20年，然后你还要强。我个人是，那我们直接做蛋黄就好了我们就直接做美术馆，我们就直接做农16，我们就直接做新湾区这种保证没问题的地方就可以了。房贷一族拼买房，10大卖压重划区爆 1.8 万户滞销，会发生房价崩溃吗？先说结论看起来不会，因为这个滞销是建商开案太多，然后市场在观望结果现在又有一个新青安水龙头开大一点，所以应该又没事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北市人越来越少，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重划区现在很惨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10大卖压重划区出炉，北台湾合计 1.4 万户最惨。那内容是这样，591就统计了全台主要重划区的销售概况前10名合计就 1.8 万户新房子在那边待售，就是还没卖掉的有 1.8 万户，占这些区域的总户数比重高达 36.6%， 也就是说每3户就1户滞销。那你也不要想说可能都是没有人听过的重划区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好好讲。你看这7个重划区在桃园跟新北，而且你都有听过，来淡海新市镇、青埔特区、高大特区、草踏特区、A7 重划区，你看你都有听过嘛？所以你要知道重划区要崩了吗？那我们就来讲说，现在这重划区待售量这么高，是不是很危险？怎样又怎样？来，我找一个反方的证据给你。这一篇是去年10月的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再不卡位就没了。新北13重划区预售狂飙，3、4字头甜甜价剩2处。然后我们直接看图，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就好卖最好的地方是淡水新市镇跟林口新市镇。然后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看到的表，淡水新市镇是目前待售量第1名，林口新市镇是待售量第3名这个很明显了，这些地方是怎样开案量变多，但是遇到房市急动才会出现这种待售量爆量的情况。所以等房市松绑以后，还是有机会把这些库存清掉的。最后你要知道买重划区的风险。那我也要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有重划区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不太需要急着脱手，因为房市现在的急动是政策面的影响比较多，就需求没有消失只是被压抑现在水龙头又开大了嘛它不是说大家突然就不甩房地产，并没有，可是大家都在那边问问哥看看姐，先观望再说。这个也是买重划区必定要去经历过的体验。因为重划区一弄到它成型10年起跳，10年重划区10年给它发展还没发展好，我跟你讲以我的经验来看一个重划区要到真的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好棒棒的地方，20年差不多就要这么久，至少我高雄经验是这样。那你在这10年间会经历过多少次房市的冷跟热我不知道，因为这中间光总统大选就2次，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政党轮替，那资源分配又不一样，到时候环境会不会改变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会有人出来嘴说买中古你也会遇到当然会但是我们要跑比较快，你知道，你看一个预售案3年起步，房地合一就是5年，你买预售必然会遇到2次总统大选，那你买在重划区等你拿到房子以后，看你是要直接买面对重税，还是你5年后你在那边想办法，那你就要经过这5年变成房地合一税 2.0 的 20%。那因为重划区即使过5年又怎样，你满6年又怎样，7年又怎样，它还没有变完全体，那你跑掉就是少吃到后面的那个巨大的涨幅。一个重划区如果中奖了，那就是真的会拔得非常夸张。以高雄市美术馆特区来说，这以前超便宜呢，超级便宜呢，10几就有了现在新案开65就这么夸张。我跟你说啦，一手屋主吃不到啦除非你就是那时候美术馆真的是
蛮恐怖的地方就是建案，然后外劳跟狗，教授都说晚上不要去那边的野狗比人多女生不要去危险或是什么的，就是这种地方那现在变成新案开到50以上65通通都有，而且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我跟你说一手屋主想不到啦，那他要等到这种剧烈的涨幅，你看他要花多少时间去等。所以说从化区我个人认为是真的还好，我还是比较喜欢看中古。那中古旁边的重大建设它就怎样，它就不会跑啊。你看富邦凹子底 BOT 案，它不会怎样盖一半这个方式好像不太好，那我们就先停工，就先不要盖。不会，企业的民间重大投资会继续进行，政府的重大公共工程建设会继续进行。但是从化区是怎样从化区是你一打开就是叉叉预定地，对不对？麦当劳预定地，全联预定地，Avila 预定地，什么时候进来不知道，会不会进来不知道。青埔不是就是这样吗？一个麦当劳可以讲那么久那对我来说就没有必要去等。我当然知道早进去早便宜，但是你计算那个金钱使用的效率我个人认为没有比较高。那当然你艺高人胆大，还是你有内线你要做你还是可以做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怎样判断从化区未来会不会好？ A. 点灯率的高低， B. 有没有大型百货入驻， C. 野狗有没有变少。然后我们先讲一下这个10大卖压最重的从化区这真的很有意思。我也看很多做房地产的有做节目了我来讲一讲这个排名就这样排而已那用那个代售户数来排，然后排到最后一名，我都把它讲一讲来，第一名新北市淡海新市镇在售个案数16个，代售户数3621，平均单价36万。其实不应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巴黎大桥要通了，明年3月就搞到现在这个光景，这个巴黎大桥它等多久了？这是很夸张的事情。那好了以后，真的会造就什么很厉害的发展吗？我个人认为也还好啊。你让内湖科学园区的上班族薪水比较高的上班族去住淡海新市镇，这个巴黎大桥开跟没开关他屁事，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第二是桃园市客运园区，这个也听过嘛，对不对？客运园区通常跟草踏一起提嘛。那直接讲啦，代售户数2155，平均成交34.7。客运园区也是就发展不太起来的地方那我知道有人很早进去卡位，那他取得的成本更低但是这个客运园区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要东风又东风旺到不行，手气又旺到不行，他才会被拉抬。至少他不像我等一下要讲的第3名这样先天体质比较好。来，第3名新北市林口新市镇，代售户数1922户，平均成交单价来了，恐怖了 66.4。 林口哪靠呢？这个小时候晚上去说雾大成这样这种地方就因为什么交通建设，现在就爬起来。林口新市镇，林口真的是我们以前不太会去理的地方，因为它上山你知道，然后上山的话以汽车来说要走那个山路然后中间还经过师大然后在那弄，然后好不容易归到林口了，还好没什么东西就是长庚嘛，然后华亚科嘛，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交通建设好了，然后它的那个捷运好了，它捷运是有用的捷运不是那种没什么用的捷运然后整个就大发展起来，就变成说那个脱北潮离开台北新北，它这里就是新北了。林口也很特别，它那边有那个新北门牌也有桃园门牌去龟山就这样就变成脱北潮很喜欢跑到那里去，因为林口 A7 那边还有30几万的房子真的是这样。然后再来是桃园青埔1763户，平均成交是 59.1 万这个也是很高也是非常的高。青埔的问题不解释了，但是青埔会不会好？必须好，只能好，因为桃园市政府重仓押注在那边，只是因为那个老大就被抓走了嘛然后现在很多东西都要重新瞧就对了。好，那再来是第5名，叫高雄市高雄大学特区，高大特区那边代售户数1633，平均成交 37.2。高大特区我知道，高大特区为什么会夯成这样？台积电他们就要吃台积电外溢那边就要有新房子怎样安诺都安诺也可以，但我就认为高大特区那边它没有不好我相信台积电完全体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因为它是新房子然后有新的国小也很不错。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说
就是要等啊，真的要等啊。这一等哦，可能跟淡海新市镇一样，可能跟美术馆特区一样，你要等到这么成熟，那就是怎样？那就是你要一边抵抗少子化，然后一边发展20年，然后你还要强。我个人是，那我们直接做蛋黄就好了哦，我们就直接做美术馆，我们就直接做农16，我们就直接做新湾区这种保证没问题的地方就可以了。第6名，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哦，就二重啊，三重那边这个它单价超级高，它现在代收1519户，然后单价74.7，我靠，三重三重74.7，真的哦，真的啊。啊，为什么板桥、中古都可以破百？但那个史丹佛嘛，史丹佛就是新版特区的，哇，都破百，很夸张，很厉害啊！真的是台北新北人真是多到挤出这种大家都要买都要抢，挤出这种哇！二重那边74.7，二重那里有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然后再来是第7名，台中市台中港特区哦，就57那边哦，人家在聊都直接写57哦，就是说那电视节目57金钱豹的那个57那边有一个百货公司嘛，那个 Outlet 嘛，大概也就这样。那台中港特区代售1424户，29.3万一坪。然后再来是第8名，台中市捷运机场重划区哦，代售1321户，然后53万。台中我是比较少研究，但是台中哦，很明显就会有一点那个像台南的发展一样，它的重划区哦太分散了，所以集中的力道不强哦。那你看现在53万的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不好啦哦，只是你看我们刚讲那个台中港特区29.3。然后捷运机场重划区53哦，差那么多哦。然后大家都要发展啊，都要炒啊，就变成说什么，就是力量很分散。台南这个情况尤其是这样，台南有8个重划区，每个都爱炒，毛起来乱炒，那就变成什么，就很分散。那高雄就好很多，高雄就这几个而已，等于是集中力量哦，没有说什么各自为政这样。我们能讲得出来就是南子台积电。哦，那高雄美术馆，然后农16，然后新湾区，大概就这样嘛。你其他的都是比较，把火力大概都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建商的脚步也大概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啊。偶尔出了一个什么什么桥头哦，偶尔出了一个什么高大，那你看就又有问题。那再来是下一个第9个，桃园市草踏重划区出现了哦，草踏那个踏第一次看到还不知道怎么念哦，草踏重划区哦。它蛮便宜的，它现在代售1299户然后单价是29.6，我个人认为29.6又是电梯大楼，这个已经算是有点贴近建筑成本了。所以你买草大买便宜是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真实有到那个便宜，让你以后会发展会飞，这个我不知道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要黑草踏的意思，但是就是说草踏。我不知道桃园的重仓压住会是青埔优先，即使青埔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是59了，但是你认为是青埔持续向上比较有可能，还是草踏向上比较有可能？几率的大小。来第10名也是桃园哦 ，A7 哦 ，A7 的新房子现在代售1260户，然后它平均成交单价是47.6，A7 我就知道了哦，那个什么4大运哦，好那边哦，你中古要买30几还有。哦，然后也不错啊，哦，真的是很不错啊。我个人认为脱北者离开台北新北第一站你来 A7 确实是个很理想的选项，你就是要通勤啊，大家集结啦，然后大家国道公车啦，不然自己开车来塞那个车啦。林口 A7 那边真的是还可以，还不错。虽然人家讲什么公墓第一排什么有没的，但那有差哦，公墓是福地耶，我都觉得这没有差。好，那我再帮你整理一次这10大代售量巨大的重划区，我从第10名念回去好了。桃园 A7， 桃园草踏，台中基捷，台中港吴期那边，新北二重，高雄高大特区，桃园青埔，新北林口新市镇，桃园客运园区，新北淡海新市镇，对不对？都是非常有名的重划区。这样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
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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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这次的故事主角叫小罗啦小罗。他是上班族去年房市大热的时候，他就跟朋友一起冲了一间预售，买在从化区。他也没有特别研究，想说哎呦，就大家都要买，那我也来买结果去年9月第7波信用管制嘛，他也想说不关他的事，反正他很久之后才要交屋。但是今年就一直看到新闻说房市急动，代销中心又没有人，怎样又怎样，他就有点慌了。然后他还特别挑一天晚上去他买的那个从化区那边看因为看来看去看那个生活机能有没有变好啊，附近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但是看了以后他就觉得大事不妙，这个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然后你要最近的 7 都要离开那个从化区，回家以后他就跟他老婆抱怨说我们买的那个都没有亮灯现在也没荒凉到爆，这样是怎么样，安不安全，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缴钱。他老婆比较淡定他就跟他说你就不要没事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了，那他们现在也没有钱再去换一间就这样了啦，反正是自住，不管是怎么样还是得买。那他心里就有点怕所以他就跑来赖我那他也知道我没在讲预售的，他就问我说如果是我会脱手吗？我就跟他说你要怎么脱，这个现在预售不是不得换约吗？你要怎么脱那不用想那么多，你自住你就没有差你就住在里面，报到赚钱再卖真的不赚钱你也是解了自住的需求。因为主计处的统计嘛，国人平均换屋是12年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小时候搬家是不是12年这样，12年一个周期，平均12年，那你至少会持有那些房子住在里面12年是可预期的。那个从化区现在虽然是很荒凉的地方，但是也会发展起来的，就安慰他了然后他就说他知道，可是如果跌了他怕他亏很大。我跟他说不太可能，因为自住的房子你要住这么久那房子就是这样，你等不到什么重大建设，你也等得到通膨。你那个毕竟不叫偏乡还是政府有投入资源去弄的从化区，而且也持续在开案中。现在会担心是他想的事情就是一时的输赢，2-3年的输赢，2-3年在我们房地产真的就是短时间那如果长期来看，你那5年、8年、10年你这样从化区第一批你取得房子的人，你要输是真的很难输，真的有点难输。我就列举了很多那个从化区第一批进去的前后对比给他看，那他听了以后他有比较安心他跟我说他想通一件事情，自己之所以焦虑是因为被房价这2个字给困住了，然后忘记他当初真正的需求是跟他老婆一起要共同拥有一个家是老婆孩子未来要长久生活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怎样，直接盖牌我不会看就不再看这些有的没的就等房子继续缴钱看什么时候对保，什么时候交屋，然后交屋的话再让老婆好好装潢这样。你看这个人的焦虑
很多很多都是怎样自己吓自己，真的是自己吓自己。你只要搞清楚自己心里真的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自己目前的执行没有偏掉，哪有什么恐怖的，真的都不恐怖了。我个人认为他愿意把房子持有那么久，他做得到。为什么？他是自住啊，除非住一住不喜欢又怎么样？那他的那个房子他要跌价卖掉的几率真的是很低。你光通膨10几年下来，他那个房子还是以前的房子，屋龄又更高，但是价格怎么样？水涨船高是可预见的。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